面对美军花40亿美元研制的激光武器，我国现在研制出了一种1亿美元的粘合剂，该粘合剂可轻松抵抗激光武器的打击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，我是虎妞。近期，我国研发出的一种粘合剂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，因为这款粘合剂不但成本低廉，在用处上能对付别人几十亿美元的武器也不在话下。众所周知，高超音速武器现在除了美国没有之外，其他几个大国可以说是都有了。这种武器能够以数十马赫的速度飞行，让美军现役的所有防空导弹都无法反应过来，堪称是无解的存在。因此，美军现在为了找到一种可以拦截该武器的办法，可谓是焦头烂额。而这时，激光武器就成了他们压住的一个筹码。激光武器在几十年前还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，但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现实。各国都在这一领域上有着研究，其中又以美国的进度最快，已经有了舰载激光武器。和传统的动能武器不同，激光武器属于定向能武器。该武器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在物体上产生极高的能量密度，从而使敌方的人员或武器装备受到伤害。而激光的速度等于光速，光速等于872705马赫，这个速度绝对碾压现在的高超音速武器。一旦成功研发出来，那将会是美军对付此类武器的大杀器。但问题也来了，虽然激光武器能够拦截高超音速武器，但却需要足够大的能量密度才行。想要产生更大的能量密度，就需要更高的功率才行。以当前激光武器的功率来看，想要拦截导弹，那就需要兆瓦级的功率。而美军目前研究的激光武器最大功率才300千瓦，只能拦截一些小型无人机，对付更大的目标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。虽说这一功率还不是目前美军的极限，但即便是美军在功率上再次获得突破，那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大。激光武器摧毁敌方目标的方式是通过灼烧，而我国研发的这种材料则可以保护导弹等武器不受激光武器灼烧。这种树脂材料制作的粘合剂涂在导弹上时，即便是受到激光武器15秒的照射，也没有受到什么损伤。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，在这次的测试试验中用的激光功率达到了每平方厘米500瓦，而按照计算理论上，想要拦截一枚导弹的话，需要使用3兆瓦，也就是3000千瓦的激光武器才行。而这一功率的激光武器照在目标物体上时的能量密度为每平方厘米300瓦，也就是说，研究人员测试的激光武器功率远高于摧毁导弹所需要的功率。而在本次的试验中使用的这种树脂全名叫做硼酚醛树脂，本次试验中的涂层也仅 2.5 毫米。更重要的是，该材料的价格和大家想象的十分昂贵不同。这种硼酚醛树脂在市场上的公开价格是7块钱1公斤，换算下来也就是1美元。仅一家工厂每年就可以生产10万吨的硼酚醛树脂。如果说该材料需求量大，需要加大生产的话，那么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。当前美军现有的300千瓦功率的激光武器，还是4年前外包给洛马公司研制的。为此，美军每年都投入了10亿美元用于研制。也就是说，到现在，美军已经为这款武器投入了40亿美元，并且对于这款武器，美军十分自信，认为它是最强大的激光武器，杀伤性是之前海军测试的舰载激光武器的10倍以上，并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目标，并用光速去瞄准。在有着足够能源的时候，甚至能够无限次的开火并摧毁导弹大小的目标。由于这款武器强大的性能，美军更是打算在明年服役一支激光武器作战部队，装备4辆这样的激光发射车，发射300千瓦的激光来实现拦截效果。像美军引以为傲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，在俄军动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之后，就彻底变成了废铁。即便是爱国者导弹发射了数十发导弹去拦截，却依旧被成功摧毁。而这还不是俄军最强的高超音速导弹，这就意味着美军的反导系统
在面对俄军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时，和乌克兰战场上的那些防空导弹一样，依旧是无法拦截，面临被摧毁的命运。研制了多年的高超音速导弹迟迟得不到进展的美国，如今已经将如何对付这种武器压注在了激光武器上。原本投入40亿美元刚有所成就的激光武器，在碰到我国研发的这种反激光材料下，失去了用武之地。40亿美元造出来的大杀器，却抵不过我国1亿美元成本的粘合剂。这成本对比下去，恐怕最先着急的是美国的国会老爷们。